最近几天，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8级地震，美股用血崩来形容都不为过，一天之内蒸发掉1.65万亿美元，标普500指数创下今年4月特朗普关税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台积电 ADR 跌了6个点，辉达跌了4个点，比特币更是闪崩，12小时之内全球150多万人爆仓。表面上看，这一切是因为特朗普宣布从11月1号开始，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在现有基础上再加征100%关税，并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美这回彻底谈崩了，特朗普又开始极限施压那套老把戏。但仔细想想，这是真的这么简单吗？特朗普这个人虽然行事乖张，但本质上是个商人。他会不明白100%的关税砸下去，对美国经济本身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吗？4月份的时候，关税加到80%，就几乎让中美贸易完全停摆，他自己不也很快就屈服了吗？6个月前刚玩砸的牌，今天捡起来再打一遍，这符合逻辑吗？我们把视线拉回几天前，彭博社爆出了一条独家新闻，报道说，不久之前在马德里举行的秘密谈判中，中方代表团向特朗普政府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橄榄枝，一个价值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的投资大礼包。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把美国未来10年所有的大豆，全年所有的波音飞机全包了，都远远不够这个数。北京的要价是什么呢？很简单，要求美国全面放宽国家安全限制，解除对华为、中兴这些企业的科技禁运，甚至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高科技领域打开投资审查的绿色通道。这套路是不是很熟悉？2019年，刘鹤在白宫伸出5个手指头，说要买500亿美国大豆，最后兑现了吗？这本质上就是想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收买美国的安全底线，去挽救那个已经摇摇欲坠的2025中国制造业计划。那问题来了，习近平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身后4中全会的这把火已经烧到眉毛上了。军权旁落之后，党内那些元老、那些反对派系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他急需一份能镇得住场子的成绩单来堵住所有人的嘴。当下还有什么能比让美帝国主义在科技上松口，更能彰显他高超的外交手腕呢？所以这个1万亿美金本质上不是一笔经济交易，而是一封写给党内反对派看的政治求生信。潜台词是，你们看，我还有本事搞定美国人，只有我才能带领党走出困境。如果这套剧本能成功，他就能带着对美关系破冰的巨大光环走进4中全会，把所有质疑和挑战都压下去。甚至有传闻说，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最近在官媒上被异常高调的报道，这被解读为党内其他派系势力正在集结的信号。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他才选择了这样一步最险的棋。然而他算错了一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他以为今天的华盛顿还是90年代那个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谈的华尔街，他以为今天的美国政客还是那些天真的相信只要中国富裕了就会走向民主的拥抱熊猫派。他完全没看懂，经过这几年的较量，一个全新的共识已经在美国两党内部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牢固地建立起来，那就是国家安全优先于一切短期的资本利益。所以这封万亿求饶信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了特朗普一件事：你打对了，而且打得很痛，痛到我已经撑不住了。于是这张还没在华盛顿桌上捂热的1万亿元支票，等来的不是笑脸，而是2记更响更重的耳光。第1记耳光是美国商务部的一纸公告，再次将16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而且这次还独创了一个叫穿透性逻辑的玩法。一家公司上了清单，它控股50%以上的子公司、孙公司都自动被视为污染源，一体纳入打击范围。这就像古代的连坐，不光要打你，还要把你整个家族的脉络全给你掐断。第2记耳光来自美国参议院，他们高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英伟达、AMD 这些顶尖的 AI 芯片公司在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前，必须首先确保美国本土公司的需求得到满足。
这等于是把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从特朗普政府的一项行政政策固化成了美国雷打不动的国家法律。这下子北京的面子里子全输光了，前脚刚刚试图用万亿美金求和，后脚就被人把门彻底焊死，被人当众如此羞辱，可想而知中南海里的气氛。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场连环报复，中共的商务部、海关总署连发4道措辞严厉的管制令，悍然发动了新一轮的稀土战。这次的稀土战跟以往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同，中共这次最核心、最阴毒的一条规定是，任何在海外制造的产品，只要其中含有或使用了源自中国的被列入管制清单的稀土材料和技术，那么这个外国公司想把这个产品再出口到第三国，就必须首先获得中国商务部的批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举个例子，比如美国加州的一家芯片工厂，用美国的设备、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劳工生产了一枚芯片。这枚芯片里如果用了一点点来自中国的用于研磨的稀土抛光材料，哪怕这个材料的价值可能连芯片总成本的1/1000都不到，那对不起，根据新规，你这家加州的工厂要把这枚芯片卖给德国的大众汽车，你得首先向北京磕头，申请一张出口许可证。你听听，这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北京要向美国加州的一家工厂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不就是他天天挂在嘴上骂美国的长臂管辖吗？前脚刚骂完别人搞长臂管辖，后脚自己就伸出一只更长、更霸道的胳膊，恨不得管到别人家的后院里去。这种级别的精神分裂，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他还规定，所有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技术，包括相关的设计图纸、工艺参数，甚至是维护维修的知识，未经许可一律不准出口。这意味着，一个在中国工厂里工作过的外国工程师，他回到自己国家，如果想把在中国学到的技术用上，理论上都可能违反了中共的出口管制法。表面上看，这一招确实让西方科技界感到了真正的寒意，因为它的确打在了西方产业链因为长期的全球主义和环保主义而造成的最脆弱、最空心化的一环上。就好比说，美国人发明了汽车，日本人完善了发动机，但中国人呢，把全世界的加油站给控制了，不仅威胁要涨油价，还要把那个油泵申请为专利，不许别人再开加油站。这就是今天稀土产业的真实写照。但是从中长期看，这是一步臭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真的稀有，美国、澳大利亚、格陵兰到处都有。西方之所以过去不自己开采和提炼，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逻辑，哪里的成本低就去哪儿；另一方面是因为提炼过程会产生巨大的环境污染。中国是用承受西方不愿承受的环境代价，换来了所谓的垄断地位。历史上每一次资源封锁，最终都催生了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第一次石油危机催生了节能技术和新能源的崛起。日本当年被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转身就开发出了储量更大的海底稀土资源和更先进的提炼技术。这一次，中国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对整个西方世界进行无差别攻击，只会以10倍的速度催生一个完全排除中国的全新的稀土供应链。美国加州的帕斯山稀土矿曾经垄断世界，后来因为环保和成本问题关停。现在你觉得在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加州政府的环保许可审批还会需要10年吗？特朗普的雷厉风行可能会让这个过程缩短到10个星期。现在习近平把这张牌打成一张政治武器，等于是在提醒全世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特朗普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当记者把稀土管制的问题抛给他时，他先是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说我刚听说这事，还没听取简报呢。这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蔑视，潜台词很清楚，你那点小动作上不了我今天紧急议程的台面。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出了那句真正让中南海胆寒的话，我们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也许我们不得不停止那样做。这句话的分量比100%的关税要重得多。
中共敢跟美国打科技战的底气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每年还能从对美贸易中赚取几千亿美元的顺差，然后用这些钱来输血、来维稳、来搞技术研发吗？特朗普这句话等于直接威胁要切断中共经济的生命线，拔掉中共政权的输血管。你跟我玩稀土，我直接让你整个国家的经济引擎熄火。这是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对中共发出的生存威胁。但更关键的是，北京的这一招本质上是在用商业和技术手段去攻击一个政治和安全问题。他以为能让美国痛，但实际上他激发的是美国的怒。这一步棋让美国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道义优势。过去特朗普搞贸易战，美国国内和欧洲盟友还有不少反对声音。但现在，当中国公然把供应链武器化，威胁全世界的时候，特朗普再祭出任何制裁大棒都会被看作是合理的自卫反击。习近平等于是在用一种最笨拙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对手团结了所有的盟友。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特朗普那封100%关税的公开信，就能明白他真正的意图了。他不是真的要加这100%的关税，那只是一个姿态，一个掀桌子的姿态。他是在告诉全世界，尤其是告诉美国的盟友们，你们都看到了，不是我要打，是对方已经丧心病狂，要用稀土来卡全世界的脖子。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最极端的反制措施，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操作。他把习近平的气急败坏和战略失态巧妙地转化为了团结盟友，号召全世界对中共进行反制的政治资本。你看他在信里怎么说？他说，其他国家也与我们联系，他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贸易敌对行为极为愤怒，绝不应该允许中国俘虏世界。中国的信件尤其不合时宜，因为今天正是中东经历了3000年混乱和战乱之后迎来和平的日子。这几句话直接把中共放到了世界和平与自由秩序的对立面。潜台词就是在中东这些传统的恐怖组织和敌人都偃旗息鼓的时刻，中共将成为目前美国和自由世界唯一的敌人。特朗普说的最后一句话值得仔细品味，尽管这可能带来痛苦，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件好事。这已经不是在技术层面跟你一来我一回的过招了，这是直接掀了桌子，准备彻底改变游戏规则了。现在双方都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攻击对方，却都打在了对方最不敏感的部位上。这是一场关于痛苦的认知错位战。特朗普和整个西方世界的逻辑很简单，经济是命脉。我用关税打击你的出口，让你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你就会因为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而最终屈服。这个逻辑对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都成立，但唯独在中国这里可能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的政客做决策，他必须担心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担心华尔街的指数，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他的选票。但对于中南海来说，老百姓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工作，从来都不是他们决策的第一考量。可以回看一下历史，当年大饥荒时期，数千万人饿死，但粮食出口却在同期创下历史新高。为什么？因为政权的稳定和对外形象远比国内民众的死活重要。今天也是一样，特朗普的关税能有多痛？能比得上当年饿死人的痛吗？如果连那种级别的痛苦都能承受，甚至能无视，今天的经济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双方对于痛苦的阈值是完全不对等的。特朗普政府像一个敏感的病人，股市跌个几个点就浑身难受，需要马上安抚市场。而中共政权就像一个冷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在病人身上动刀，因为他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他只关心手术是否能保住他自己的地位。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如果关税和技术封锁都打不中要害，那中共政权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到底在哪里？最近有消息说，华盛顿的一些高人终于看明白了，他们给特朗普的建议是停止所有这些隔靴搔痒的贸易谈判和技术制裁，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根本不在乎信誉的对手，任何签下的合同都可能是一张废纸。你唯一的也是最致命的武器，是直接冻结和没收中共高官及其家族在整个自由世界藏匿的巨大资产。
这个建议可以说是一瞬间点醒了梦中人，他彻底跳出了国家 vs 国家的传统地缘政治博弈框架，直接进入了文明世界 vs 岛国集团的精准打击模式。为什么说这一招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因为他直接攻击了中共政权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基础，默许官员们利用权力寻租，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转移到海外，换取他们对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效忠。中共的整个官僚系统从上到下，他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真的是为了人民服务吗？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捞钱，然后把老婆孩子、把金银细软都转移到海外去养老吗？从瑞士银行的存款到各个避税天堂的投资，再到纽约、伦敦、温哥华的房地产，整个世界是一个美元结算体系，只要美国一声令下，这些资产瞬间就会变成一堆无法兑现的数字，这才是中共真正的软肋。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一个在中国当了半辈子官的省部级干部，他贪污腐败、忍辱负重，为的就是退休后能在海外安度晚年，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彻底脱离这个他自己都鄙视的体制。现在你告诉他，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个疯狂决定，他在海外的所有存款、房产、信托一夜之间都可能化为乌有，他几十年的奋斗白费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把这笔账算在谁的头上？他会去恨美国吗？不，他只会恨那个砸了他饭碗、毁了他全家未来的决策者。这股发自内部的怨恨，才是任何外部压力都无法比拟的最具颠覆性的力量。它会让整个官僚系统瞬间瘫痪，甚至倒戈。因为当官员们发现效忠不再能带来财富安全，反而会导致财富毁灭时，效忠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他们会立刻从政权的维护者变成政权的掘墓人，到时候也许根本不需要美国动手，中共内部自己就先炸锅了。一个对外豪赌惨败、无法向党内交代的领导人，在即将到来的4中全会上将如何面对政治对手排山倒海的攻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已经放出风来，原定在 APEC 峰会上的会面似乎没有必要了。这一招等于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那个曾经希望能说服党内元老，配合美国进行谈判的习近平最沉重的一击。